豆岛因为是濑户内海岛屿里面最大的一个，所以它的船班次也都比其他岛还要多，甚至还有2个港口，不同的港口发射的时间还有高速船的时间也都不一样，可以自己选择自己想要出发的时间，然后去看班次表去对应，然后买船票去小豆岛。如果大家想要搭呆呆兽的船的话，可以注意这个下面的贴纸，有贴的就是呆呆兽的船。因为小豆岛蛮大的，所以我自己有规划，可能除了今天之外，还会再排另外一天，才有办法把整个小豆岛玩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对吗？小豆岛的客舱蛮大的，而且它座有超多种款式，甚至除了2楼之外，还有3楼。因为船班很多，然后座也蛮多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自己抓一下时间，不用像直岛跟风岛这么赶的感觉。然后今天是先从池田港开始，因为我知道在土庄那边有一个艺术作品，所以我今天打算是到了池田之后呢，先往右边去最远的24桶樱花村那边，然后再搭公车绕回来，绕到土庄那里去，最后从土庄上船回来高松。这是今天的跳岛规划。下船之后呢，我就先到案内所里面去买了小豆岛巴士的1日券，券的话是2000块。因为我今天没有打算要骑脚踏车，小豆岛蛮大的，所以今天打算用搭巴士的方式逛小豆岛。如果大家要来2天以上的话，还有2天的，我记得比较便宜。小豆岛真的蛮大的，如果是搭公车的话，这个1日券是这些都可以搭。那看起来这边的作品跟这边这边可能就到不了了，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到了，进来是要再另外买票的。然后如果你有艺术季的护照的话，只要810块。那如果你是一般没有艺术季护照的人的话，进来是900块钱。整个电影村蛮大的，我觉得这里有点像是那种传艺中心的感觉，保留了很多以前古老的房子啊跟场景。24桶它其实就是用以前的历史去撰写的一个电影故事，然后主要就是在讲来这边教书的一个老师，还有那12位学生之间的故事。24桶就是24只眼睛，它代表就是那12位学生。所以在这个24桶樱花村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当时拍摄电影的一些场景。这里也有海洋堂哦，海洋堂是一个专门做模型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在大阪那边有一间店，可以看到很多很精致的模型。樱花村这边有3个艺术季的作品，然后这个 SD64是这个，它在樱花村走到最底可以看得到海景的地方。这是我在小豆岛的第1个章，可以 SD64啊，嘿嘿，小豆岛章是小，走到最底可以看到这个海岸线超级漂亮的。每天在这里上课感觉很棒。换鞋，我们要来上课了。教职员室里面有一本那个留言本哎，好可爱哦，跟他留下来的记录。大家来找哦。在这一栋建筑物里面呢，它的1楼是电影放映室，放的就是24桶的这一部电影，而且有中文字幕哦，所以可以看。然后2楼的话是一个有点像是选品店加书店的感觉，里面有贩售很多关于历史剧的相关书籍，还有一些选品。在那边看一个外面那个装置的迷你版，如果你想要收藏装置的话，可以在那里买得到，超可爱。从樱花村的门口走过来之后，就会看到这个是2016年的艺术作品，现在这边有常驻在这边的，叫做《爱之细船柱》，是清水九和这个艺术家创作的。然后他在另外一个橄榄公园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橄榄飞机头，是同一个作者创作的艺术雕塑，所以他很擅长做这种全白，然后一个很立体的艺术雕塑在这里。SD33完成。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但我没有找到它，而且等一下要去赶公车了，所以那个就没有盖到了。
小豆岛的公车班次没有很多，而且如果要从最右边玩到最左边的话，就是那个时间真的要抓一下。它每一个公车结束之后，下一班可能还要等2个小时以上，所以其实真的要抓得超紧，不然错过了就会气死。然后因为我来这里的时候是25分，然后下一班发车时间是50分，所以我在映化村这边其实只有待大概25分钟而已。然后我们就要去下一站马木。一下车就会看到这个标志，代表这里是下一个艺术装置。我超期待看到这个艺术作品的。它就是利用空间的错视，然后你会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对准一个正圆或是正方形。总共有3个美术馆，然后如果你想要3个美术馆都看的话，可以直接买它3个美术馆的共通票。那如果只要看这个 gallery 的话是700块，然后如果你有艺术季的护照的话是500块。它有一个小提示，你在这里的时候往上看，这样子吗？好难哦！我天啊，大概是这种感觉，但它实际上也是一个学校的建筑。这边还有这个粉笔耶，不知道是不是意思是它是用粉笔做的吗？超喜欢这个艺术家的作品的，真的很酷。他是一个法国人，这个是他的个人的一个美术馆，然后他在2019年艺术季的时候一起正式开幕。然后他就是改建了一个古民家里面的房子，然后利用一些错位的方式去让那个视觉在某一个角度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同的图样，这是他很惯用的一个艺术手法。然后他除了在这边之外，在日本的各地有很多其他的艺术作品，而且每一个都是使用这样错位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他超厉害的。然后我刚刚在看里面的介绍的时候，还有说到说，就是他觉得能够利用艺术把那个艺术保留下来，是他觉得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也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而且这个是不需要任何沟通语言文化，你光看到这个艺术作品，你就可以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想要去玩什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推荐给大家，一定要来看。到了，这个是我刚才在24同映画村看到的那个艺术作品的同一个作者做的，超好笑，超可爱。Check， 它就是一个橄榄的形状。然后做了一个像飞机头一样的造型。我记得以前橄榄飞机头旁边那边是有放那个飞机头的造型的东西。我看过别人之前去参加那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戴那个头的，我觉得很酷。可是现在我刚刚看好像附近没有了，我确定是因为今年没有特别设置。旁边这边全部都是橄榄树。会有这么多橄榄树的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在明治时期，日本想要找出一个地方可以培育进口的农作物，就是橄榄。然后因为那个环境的湿度啊，还有阳光等等的因素影响，最后选中了小豆岛，然后也培育成功。所以现在小豆岛上面有非常多的橄榄树，然后橄榄也变成了小豆岛的名产。小豆岛除了橄榄之外啊，酱油也很有名。所以如果来到小豆岛要买伴手礼的话，可以参考这些在地的农作物去购买。他说艺术季期间，除了我在那个册子上面看到之外，我现在站牌这里发现它也有其他的班次，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先搭去下一站了。不然它原本班次接不上，我们是打算从这边直接骑脚踏车到橄榄公园。那现在看起来是我可以搭这一班过去的，我们来等等看。刚刚成功证实了，应该是有别的公车路线是可以到的，所以除了濑户内海临时的 bus 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选择，大家就不一定要被这个时间绑架，可以看一下全部的班次，然后再安排自己的行程。然后这些巴士都是可以使用早上买的那个公车一日券的。橄榄公园就在那里，这整个山坡上面都是橄榄耶。大家来橄榄公园应该最主要去的点就是橄榄纪念馆，然后希腊风车这边因为可以拍那个魔女宅急便真人版。我刚刚看到这个我觉得蛮酷的，一棵橄榄树，还有橄榄诞生地的纪念碑。2025的濑户内艺术季在橄榄公园这边是没有艺术作品的，但大家都还是会来，因为这里算是小豆岛蛮标的性的一个地方。
这里还可以借魔法扫帚，但现在一扫而空。如果你有拿到扫帚，就可以去那个风车那边拍这个骑扫帚的样子。然后就是因为这个真人模拟脚这边这个地方取景的原因，在这个馆内里面还有这间餐厅，有买一些轻食类的。我想要在这边吃午餐，来了，我点的是这个温玉，然后配上鸡肉的饭。上面有橄榄嘞，小豆岛橄榄。这间餐厅使用的也都是小豆岛的在地食材，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尝鲜看看小豆岛在地食材的餐饮的话，可以来这边试试看。除此之外，在这边也可以去找这种有心形叶瓣的橄榄叶，找到之后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自己的书签，超可爱。做书签的地方在 Mizuno Eki 这边，走进去就会看到了。有各式各样的形状，我觉得这种最可爱的就是有一种把那个树叶放在这个透明片里面的感觉。还有这种玉手的，海边这边也有卖明信片，然后跟邮票，可以寄回台湾。现在要去找，我要去做书签用的橄榄叶，还有一区是开放让你去找你想要的橄榄叶的，所以我想要去那个地方。我找到了耶，好突然哦！看，这里面的都是心形的，这有3片哎，哇，好幸运，找到了。可以。好可爱哦！微笑。我们要去这个艺术作品，这是台湾的艺术家洪文志老师的竹子作品。从这里开始就是竹子路嘞。漂亮。到了这里又换成不一样的编织法了，这是错综的，这边是顺的。哇！洪文志老师擅长利用竹编进行创作，睽违3年再次踏上小豆岛的土地，他感受到小豆岛人人张开双臂拥抱着他，故因此取名。用4000根竹子在40天内的创作期限，和在地居民一起挑战历届最长廊道。进到球顶空间内部后，会很惊喜的发现，中间的凹陷其实是小豆岛的地图。我很喜欢光影穿透竹子间隙落下来的痕迹。大家或坐或躺，在作品里聆听风声，感受阳光。我想应该是最能直接感受到小豆岛自然之美的作品了吧。跟着指标继续往下走后，会看到这个作品。这是艺术家冈纯的曾祖父冈巴治郎生前实际居住的空间。艺术家本身精通音乐，于是利用所学改造曾祖父专用的冈巴水车和其他农作器具成为乐器。在这里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家准备的无人表演，也可以自己体验敲打，是很有互动性的艺术传承。去完拥抱竹子的那个作品之后，我们有再跟着它的指标再继续往下走。因为那个公车的班次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就是再来下一班，所以刚好差不多就是把那边的作品逛完了之后，可以再搭他的下一班接驳车回来港口。但是那个时程拉得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回到港口的时候其实已经6点了。那6点多呢，代表港口这附近的一些作品是已经都关门了，没有办法继续往下看了。所以我觉得小豆岛应该是需要花到1天半甚至2天的时间才能够把作品看完。所以呢，接下来请让我们看一下我又再来小豆岛之后的行程。Hello， 大家，今天是小豆岛的第2天。今天要搭到的地方呢是土庄港，就是跟上次不一样的港口。然后如果你在土庄港下船的话呢，就会看到这个是橄榄叶，然后它也是代表着小豆岛培育成功橄榄重要性的意义。然后上面有很多跟橄榄培植成功相关的人的名字。好，我们接下来去那天我们没有去到的其他的点。今天主要的话就是会走土庄这一带，包含土庄港跟土庄本厅。第2个港边附近的作品是这个，然后它就在港口那边这样子走 L 型过来。我觉得在玩这个，玩吗？我觉得在参观这个濑户内海艺术季最难的就是找不到作品。我很常找不到作品，即便我拿了这个纸本的地图，我还是很常不知道作品到底在哪里。这很像一种另类的大地游戏，你的线索很少，但是你要想办法找到那个作品才能够盖章。如果你是拿纸本的护照的话，或者是你想要真的每个艺术作品都看到的话，所以我觉得
这还蛮考验大家的方位能力的。下一个就在刚才那个走过来这边就可以看到了。这两个好像都是常态性的艺术作品，但大家如果看到这种蓝色旗的话，就不要错过，因为它可能是一个提示。港边的最后一个作品是在这个 Art No Show Terminal 1楼，所以虽然它是免费的作品，但还有观赏时间的限制。如果大家要盖印章的话，记得提早来。往土庄本厅的方向走，大约15分钟就会看到这个作品。建筑是旧的酱油公司厂房，内部摆放着一艘由光学纤维编织的小船，透过光学可视化海浪的脉动，在黑暗的空间里，像是漂浮在灵魂摆渡的海面上。在去看艺术作品之前呢，我要先带大家去吃一间台湾人开的台湾料理餐厅，请大家体谅一下，我是来日本打工度假的，所以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吃到台湾味了。我听说这间台湾料理呢很台式，老板是台湾人，老婆是日本人，所以呢很期待吃这间店。店名取自阿公的英文谐音，从里到外都可以看到各种台湾餐厅会出现的元素。菜单的部分有卤肉饭、鸡肉饭、豆花、葱油饼等等等超多，全部都是台湾味。我点的是鸡肉饭套餐，那个鸡肉丝完全就是台湾路边摊小吃会吃得到的味道。虽然高松不知道为什么也有很多台湾餐厅，但我吃过这么多间，真的还是觉得这间最贴近台湾原本的味道。萝卜糕也是煎个恰恰，加上那个酱油膏，真的赞死！吃饱了，超好吃，是真的就是台湾味耶！而且重点是，它的塔比欧卡是真正的塔比欧卡，它不是蒟蒻。各位如果怀念台湾味的打工度假的伙伴们，可以来小豆岛上面吃真正的台湾料理哦。吃饱饭了，要继续看本厅这边的作品。现在要去看的这个艺术作品叫做《迷路的马吉》，但我还没找到那个艺术作品，我自己本人就要先迷路在这里面了。它也超多小巷子拐来拐去，然后那个指标没有很清楚，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怎么找到这个作品耶，好难哦。找到了，找到了。所以要拿着自己的鞋子，然后换成拖鞋，就可以进来这个白色的空间，超小的，真的超小，超小的。哇，为啥？真的是一个各种路的空间嘞，好有趣哦，很像那个小型的这个街厅一样，真的会在那边迷路。这个比较可以荡直的空间，好酷！等一下，等一下。哇，怎么别有洞天的世界？这里突然出现一个楼梯，然后可以走上来。哇，那走上来进到一个另一个空间。我刚刚逛一逛之后，突然发现，它不是一个艺术作品，应该说，它不是只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而已，只是个白色世界。它原本是一整个真正的房子，然后它用这些白色的，可能类似像silicone发泡之类的东西嘛，然后让这个空间慢慢的被整个白色的物体侵蚀包覆，只留下了现在看到一部分房子原本的结构，或者是一些家具啊、灯啊、桌角啊，然后还有个窗户里面可以看到原本的房间，然后还有木门啊、拉门等等的，跟一些应该原本是窗户的地方，超酷的哎！就是我逛到一半才发现，原来这个地方真的原本是一个房子，怎么办到的？好厉害！这真的是来了之后才知道哎，不知道有没有看别人的介绍影片的时候，想说可能就只是一个把它做成白色的可以穿梭的空间而已。我觉得这比只做一个白色的空间更让我感到惊喜，好好玩哦！你看这个洞啊，出去就是这个房子的阳台，上来之后就可以看到这个2楼的拉门。所以你从这个空间啊走到这里，就看到原本这个房子其实也是像这样，外观跟一般房子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它里面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你如果没有走进来，你完全不会知道这一栋看起来外观跟一般房子一样的房子，里面是这么的不一样，超帅。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一栋房子原本的玄关哎，超酷。所以刚才我一开始进来这个小小的地方，这里不是有一个浴缸吗？代表这个空间之前真的是就是浴室
它现在已经整个被白色的包覆了。这个小洞可以看到厕所的浴室。Hello。小豆岛第2天的行程就到这边结束了。基本上，我觉得小豆岛，如果你要去一些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不会到的地方的话，其实大概1天左右，我觉得真的可以叽里叽里的把它跑完。但前提是你要很早到，然后一样从早上就开始一直 run 行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有机会。但如果不想要走这种很行军式的行程的话，那可能就还是可以换成1天半左右的时间，轻松的跑，还是可以跑完。对了，小补充一个，如果大家对那种书店啊兴趣的话，在小豆岛上面有一个叫做本屋的书店，我把它那个 logo 放在这里。我这样子一次去到它已经关门了，先去它公休，我可能是什么公休魔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哦。小豆岛真的太大，我还是有几个想看的作品来不及看到，像是西泽立卫的 Fukita Pavilion、伊东敏光的大巨人，还有史岩宪司今年参展的作品。只能成为下次再登岛来玩的借口啦，那就下个岛再见，拜拜。